截止目前，我们已经旅行将近3年了。我和 Scott 每个人一个包，我们背着自己的包，走了很多国家，爬了很多山，去了很多很美的地方。那我们的包里都装了什么呢？今天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因为我和 Scott 有着非常清楚的分工，他一个大包，然后我一个大包，我们两个装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。今天呢，先看我的包，我可以给我的包分为5个大部分。这个最下面是一包东西，然后上面是一包东西，这个地方又有一包东西，然后这个头部还有一包东西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个背面还装2个东西。我最上面的这个啊，其实是另外一个包，一个非常非常小巧轻便的包，因为它这个背后没有什么支撑，全是软的，我估计它只有不到1斤左右。到了目的地之后的一个轻便的小包。这个包里面呢还有一个小包，这个小包的话，一般是我们如果是连这个包都不想背的话，比如说我们这次出去就只是吃个午饭而已，那可能就背这个包，放钱包还有手机。包是很重要的东西，尤其当你在做长期旅行的时候，你有不同的用途。你有不同的打算，然后你有不同的选择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让你的出行更加的方便。应该能看出来了吧？里面装了我们所有的洗头发的、洗脸的、刷牙的，还有一些护肤品。这是我抹脸的，因为我旅行的时候不想带很多的护肤品，所以呢都带了一瓶这种类似于霜一样的保湿霜，然后早上晚上分别用一下。最有用的是什么呢？这小盒的凡士林我已经快用完了，还有我的梳子。然后这个是针对素食者用的多种维生素片，这个也是个朋友送给我的。这个盒子里面呢装了一些我会戴的一些项链呀，或者是耳钉、耳环之类的。像这个的话，就是你们可能见到过我戴。这个估计很多人看不出来吧，给脚底板磨死皮用的。因为有时候我就长期走路徒步，穿这种徒步鞋，就是脚会被闷的有点痒，然后就用这个把它给搓一下，非常非常值得推荐这个。我的洗面奶，一般我这一瓶能够用1年，不知道我怎么用的，反正我可以用1年。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刚买的一个护发素，因为我发现我头发太干燥了，本来这个时段很大，在好几个月没有用护发素之后，然后选择了买这瓶护发素，阶段性的。牙膏、牙刷，我们住宾馆也不会用他们的那种一次性的，我们就会用自己的。还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的牙齿保持器。还有一个小包，这个包里边装的是一些我觉得比较算是贵重的日用品。这个就是我的月亮杯，我2年前决定不用卫生巾了，就用月亮杯，然后最近也开始用一些棉条，包括放了几个就是做备用的。如果有大家对月亮杯和棉条感兴趣的话，想了解它的怎么用法的话，作为一个老手，我觉得我可以有很多想说的。作为长头发的女生，并且是经常丢东西的一个女生呢，我就会准备很多这种橡皮筋儿，因为我真的是每天基本上丢一个，所以我需要很多个。还有一个是比较应急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棉签，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棉签涂点什么东西或者止血什么的。还有一个是我很少用的口红，但有时候拍一些视频或者是想出去玩，就是偶尔的感觉想要去捯饬一下，我就会涂点口红，但是基本上不用。最上面这一层我会放一点更小的东西，比如说放一个我的刮眉刀，还有睡觉的耳塞，因为有时候我们露营啊，那个地方可能会有很吵的声音，我们控制不了，我们就用这个耳塞。还有一些就是很零碎的东西，就是一些小玩意儿，然后我不想丢失我的这种像别人送给我的呀，还有一些感觉平时会带的，好像全是我的东西哈，很少有 Scott 的，好像 Scott 就只有一个牙刷，还有耳塞，别的全是我的东西啊。然后我的包的主要的重量呢，其实来自于我们的衣服。像我们是1年4季都在外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出去旅行要带对应各种环境、各种天气的衣服。首先这一大包呢是我们的干净衣服啊，我们最近找到了洗衣机，所以呢把它全洗了，所以这包很大。然后这个小包呢是我们的脏衣服，我只有这一个空间可以放我们全部的东西。如果我的脏衣服和干净衣服混在一起的话，就会很难受。因为我从来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件衣服，然后刚刚算了一下，首先先说我的短袖2件，保暖上衣的话是2件，1件加棉卫衣，1件轻羽绒服，然后防水衣呢有1件，长裤带了3条，一个牛仔裤，一个 legging， 还有一个宽松点那种民族风。夏天短裤带了2个，然后秋衣秋裤带了1套，袜子呢有6双，内衣一共带了3件，一个是那种普通的文胸内衣，还有另外2件是运动内衣，就像我身上穿的这个一样，也是我穿的最频繁、最经常的。拖鞋1双，徒步鞋1双。最后呢，就是我想给大家重点分享的，就是我的 underwear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对它的打包方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。这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袋子，每次 Scott 在找他自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很轻松拿出来，哎，这是我的。然后现在说一下 Scott， 答案让我很惊讶。Scott 短袖有7个，为什么他带7个短袖呢？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，他都会穿短袖打底。
因为他是一个爱出汗的人。然后呢，他每天换一个短袖，7天如果是没有机会洗衣服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没有干净衣服穿了。所以他也会准备很多个短袖，有短裤1件，还有长裤1件，还有一个秋裤。袜子有7双，和我差不多。我们要准备这么多双袜子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在徒步的时候，你的脚很容易长脚气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每天确保自己有干净的袜子穿。然后呢 ，underwear 比以前少很多，以前好像有10几个呢，现在下降到了6个了。也是确保够1个星期穿的。目前 Scott 只有1双运动鞋，他的徒步鞋坏了。忘记了一个东西哦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帽子，这个是我的，是我最近才刚刚买的一个遮阳帽。然后这个是 Scott 的帽子，这应该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我们全部的我们身上穿的还有带的东西了。KO，which is the most weight of my bag， 但是它很有必要，为了保证我们的有一个很好的旅途，带着也就只能这样子了，没有选择。其实我们的包里边少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对于我们这种长途旅行者，那就是毛巾。我们之前是有的，后来丢了，有时候会用我们的 T 恤擦一擦，就这样凑合着。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我的包很重要的部分了，不仅重量重，而且很重要。电脑，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 Scott。作为边旅行边工作的人，这个可是我们吃饭的家伙。因为 Scott 包里面太多设备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分担一些设备的重量。一般这个电脑的话，我是会贴着我的包放，所以它不会占空间。然后上面的话，可以继续把这个衣服塞进去。接近最后还有一个部分啊，我在刚买这个包的时候，感觉不太喜欢这个部分，看起来又大又笨。但后来发现这个包挺有用的，这个地方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会把我这个比较轻便的这个羽绒服，会把它给放到这个里面。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防水衣，因为我们去的环境真的是很多不确定性，有时候会突然下雨啊，突然降温呢，然后很需要这2件衣服。为了方便去拿呢，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反过来呢，因为这个地方我平时不怎么动它，而且它又有一个网子，然后还有一个拉链，所以呢它可以很保险。我会放什么东西呢？会放我们的就是装了卡，还有现金，还有各种证件的一个小包，但是我今天忘记拿了，放在车上了。布洛芬缓释胶囊，然后还放了一些这个创可贴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翻译机。这个就是我的头部。最后呢，我这个包外面还有一些小东西，这个就是我的拖鞋装的位置。因为有时候我这个脚特别容易出汗，我在上车之后啊，或者是一到旅馆就赶紧把鞋换我这个拖鞋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雨伞，然后我的这边是一个我的专用的喝水杯，我喜欢喝蒲公英茶。最后的最后，这2个小包，一个装的是我的手机，还有眼镜，就是方便我拿取携带；另外一个装的是一瓶防晒霜。我们现在在西宁嘛，在青海，现在这种高原地方很容易被晒到，我们需要及时的拿出来防晒霜，可以补充防晒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和我的包，希望可以满足了你们的好奇心。你可以看出来我的包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生活用品，除了2个电脑之外。但是我们2个人旅行不可能只有衣服、生活用品，我们还要拍摄，还要做一些可能露营什么的。所以下期视频 Scott 会给我们分享他的包里面有什么，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。就这样，拜拜。